今天分享的几位同仁呢，工作对他们来说法喜充满，而且是收获满满。大台的各类节目的反应，那常常就会看到艰苦知福的这份感动。新闻价值其实就是人本的新价值。从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待在大爱台，到现在已经累积有8年的时间了。那我在大爱台的8年的时间呢，其实一路从执行制作，然后再到文字记者，然后再到主播。其实看起来8年好像都在同一间公司，但其实我已经做过了3份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其实比起赶快把稿子交出去，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新闻的真实性，所以就有做到报真导正这件事情。另外呢，在我们的新闻里面，其实也是非常讲求，就是要看见爱的存在，还有一些正向的能量。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的天下的灾难偏多，要怎么样在这些灾难里面看到爱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仔细去观察，去多用心去看看，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可能默默的付出，即使他只是给了一点物资，或是给上一点关怀，其实这也是都在那些很悲伤的灾难现场看见爱的存在。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透过媒体的力量报道出去，是不是就在这些茫茫的新闻海当中看到了一些清流，就是我们有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让他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对这个事件有不一样的视角。我们现在外电编译在做的非常的特别的主题，与其他商业台不一样的是，我们承担了银发旭日的专题。我们会拿世界各地的长者，到了70、80岁，甚至是90岁，还在如何的活得精彩、活得健康，甚至是有人还会持续的付出，到偏乡去教导当地的小朋友，让自己的人生下半场依然是非常的丰富多彩。还有我们周5外电会做的是叶安封面，会拿环保最新的国际时事，结合环保科技等等各种的议题，来去让观众朋友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上的脚步已经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然后是向观众分享这些善的知识。总是呢，人间是光是讲，实在是只是呢，说话只是各有自己的立场，彼此之间呢，都会彼此不承认对方的道理，都是呢对自己的道理是最好的道理，所以会成为呢，光是讲道理啦，总是彼此争不休。所以我们要如何造一个不争的世界，而且呢，彼此之间呢，互相赞叹而勉励的。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最需要的。但是呢，要如何让这一份不争的，而且呢，人人的和，这也是需要呢靠的这宣导。但是宣导虽然是很重要，同样也是先抱着那一份如何好的事让人人知道。但是呢，有的时候用的文字说法，有的时候差之毫厘呀，就道理偏颇掉了。所以常常都会说，他们的凭这个文字啦，贪心，或者是呢贫穷，这都是有缺点，有缺啦。贪就是不够，感觉到说我不够啦，说我还要更多一点，那就成为贪。或者是呢，我很贫穷啊，真正的这缺了很多，有形无形，那就是穷。穷不是钱多不多，是在理多不多。心里呢，心啊道理缺了，他呢
就是亏里多。心假如富有，没有贪，但是需要的是单纯，就是纯。有一段时间我要盖医院的时候，那我真的很感恩很多人都是很支持，很多的贵夫人他呢不只是捐钱，哪怕他的珠宝都要提出来去做义卖或者是呢，总是呢要帮我在盖医院，他们舍，真正的舍，所以让我医院总是呢很顺利。光是在台湾，我们就有7个医院这些医院呢，从来不会去说你这间病院赚钱吗？不是，每一回呢，听到他们在分享都会说，已经多少人还价，多少病患有什么困难，而且呢，也触探不到他原来的这个地板是什么颜色。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们，他们也会带动我们的医师、护士去清扫、洗马桶。我们的菩萨、医王们都是这样做，这就是心灵富有，他可以放下身段来去付出。这一天他是最快乐的，因为他做到了，别人很少有一年去做到的，他做到了，他看到了，哇哭这个还价来我家，我只是看他的病，现在我看到他的人，不只是看到他的人，看到他的家，不只是看到他的家，看到他的苦等等这都是我们大医王跟白衣大士都是好事，都是讲这医生跟护士其实在人群中的职业是最利益众生，因为呢，人间苦莫过于病痛。人间最恐惧、最怕就是死，所以病与死就是人的心理的压力最大。医师呢，总是可以用很真诚的心去帮助他，不只是解除他身体的病痛。刚刚我说的，他去了解他家庭的环境，他会去帮助他们家里的这清扫或者是全家的情况都了解。这就是实际的医疗，这个医病医心这就是医心、医病、医人、医心这就是最富有帮助的，这解除那个贫解除贫。总而言之呢，他就是为家己永远都是不过，为别人永远呢就是有余他非常的用心灾难有什么的时候他都是抢第一为善都第一我天天都在看大爱呢，都有苦难的生活，有外国那么苦，我都先。总是呢，到底什么是价值？总是善利用它，这叫做
善经济，会晓用什么物件对人都真有价值。所以讲，我们人生啊，用爱的能量呢，人生总是永远富有。总而言之啦，道理很多，只要我们爱去行，路真长，嘛真远，但是呢，这么长、这么大的路，需要家己去开，自己要开，自己开路铺道啦，自己才有路可走，后面的人啊，跟着一起来走。这呢，就是真正的为人间呢开出来一条好走的道路。啊，这相信是人间上重要。